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亲戚拆迁拿到1000万，从心底鄙视身为知青的外公。他们称呼我外公甘肃娘舅，好似没这2个字，就不知道在叫谁。对着我更为鄙夷。幸好你长得漂亮，舅妈给你找门好亲，你就不用在乡下打工了。我嘴上微笑，心里暗道，恐怕你还不知道你儿子工作失职，损失了一张5000万的单子吧？到时候你可别来求我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哎呦，你们是不知道呀，我儿子找了个浙江富二代，他们家就2个女儿，我儿子也算是入赘过去了。今天是1年一次外公这边亲戚的聚会，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些亲戚。外公有6个兄弟姐妹，他排行老大，又最是老实本分，所以就被推出去下乡做知青。外公大半辈子都在甘肃艰苦度日，生活远没有上海的其他亲人过得那么舒适富裕。更甚者，当年拆迁的时候，外公的那些弟妹纷纷拒绝他迁入户口，这也就导致外公没办法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，只能漂泊在外面。我妈常说，那时候都是按照人头分房子和钱，松得很。可那些人还是不乐意，为什么他们只想要外公的付出，而不给予他应有的回报？每户人家至少分到2套房，竟然好意思提出一户人家给你外公2万块，大发了事。我外公是个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，面对这样的不公，也只是微笑说好。我眼前这个亲戚就是当年分到最多的一户人，2010年的时候拿到2套房以及1000万现金。那会儿100万富翁就是相当厉害的，而他们早已步入千万级别。一桌子人，就我们家生活水平最低，那一身精致打扮的女人炫耀半天，还是不够满足。终于把目光对准正低头吃菜的外公，甘肃娘舅啊，今天这桌酒席灵乏了，这可是5星级哦，我儿子特地订的，真给我长脸呀。外公放下吃了半口的菜，微微抬头，目光下垂，是好吃的。这神情明显取悦了女人，女人就像只打胜仗的公鸡，陡然间伸长了脖子，声音都大了起来。你知道法？我儿子刚订婚，女方的爸爸就把一个公司给他管理了。哦哟，别提多看好他了。现在他老丈人眼里压根没有另外一个女婿了，直接说我儿子做得好的话，以后就让他接管所有生意哦。还有哦，我们当初聘礼给了88万，这也是我跟他爸的极限了。可你知道法？对方回了多少钱啊？整整666万，还有一栋700平的别墅。我深吸口气，放下喝汤的勺子，往椅背上靠去。我轻轻侧头看向外公以及爸妈，每个人都在隐忍。外公好似察觉到我的心情，对我露出一个歉意的笑容。我心里一酸，对着他笑了笑。女人像是才注意到我，唰地起身，踩着高跟鞋一扭一扭来到我边上，接着她不由分说抬起我的下巴，目光打量。以前没注意哦，甘肃娘舅的外孙女长得标致的呀。她拿起手机，不知道在翻找什么，而我则抬手摸了摸被她长指甲划到的脸颊。女人开口说道：我这里啊，有很多有钱人的，凭你们家丫头的长相和身材，一定能嫁进去的。女人再次托起我的下巴，谆谆教诲：丫头啊，舅妈给你找个嫁入豪门的机会，成功的话，你就不用在乡下打工了。我轻轻挑眉，乡下？女人皱眉嫌弃道：哦哟，甘肃呀。我拿开她的手，继续喝那碗乌鸡汤。
我们一家人早在我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搬来上海，我爸妈奋斗半辈子，在上海买房定居，但在这女人眼里，我们竟还是那般穷困潦倒吗？女人没有得到我的积极响应，神情尴尬。这时我妈站起来说：美萍姐，请你多给我女儿找几个相亲机会，我一定会让她去的。哈哈，这就对了。女人不管我在喝汤的动作，再次掐住我的下巴转向她，拿起手机对着我连拍好几张，然后她一边往回走，一边对着我妈高傲道：我先把照片发给对方看看，你把你女儿微信给我，如果人家看得上，自然会来加她的。我妈连连点头，拿起手机。我妈还不到50，已经有了不少白发，10几年前愤愤不平的心思也早已经被生活的压力给磨平了。她这几年一直告诫我：女儿，我们家只算是中下层水平，你一定不能和我一样过这种生活。回家路上，我收到一条好友申请，我妈的手机同时响起，她扫了眼，兴冲冲地对我说：是不是加你了？你好好和人聊聊，抓住这个机会。我点头同意。我妈松了口气，转头和我爸说起其他事。老三家的生活水平就比我们好了一点，他们这次看病花光了积蓄，听说还差10万医药费，我们家还能拿出5万，要不给他们？我爸拧了下眉，问起外公：爸，你怎么说？外公睁开假寐的双眼：都听你们的，可能真的是人善被人欺吧。亲戚间无论谁家出事，总喜欢第一个来找我们借钱。我家从上到下都耳根子软，心肠软，唯独除了我。一路上我就和对面那个不知道长相的男人随意聊着，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后，我通知了我妈。我妈把我从上到下美美打扮了番，送我出门。我来到小区后门一条小路上，那里已经停了辆豪华轿跑。我打开车门坐进去，驾驶位是一个一头大波浪的性感女人，她摘下墨镜盯着我。我说：你打算什么时候和家里人说你有个大公司？我凑过去掐了把她的嫩脸：公司有你这个老板就行了，我每年拿分红，不是很快乐吗？女人翻了个白眼：可别，连我都是给你打工的，业内那些老油条都在跟我打探你的消息。谁不知道华菱集团明明成立已经10年，但幕后老板还不足30岁。眼前的女人是我大学的学姐，那会儿我读大1，她已经研3。我从小就知道我要靠自己的双手给我父母家人优渥的生活。我从高中开始就瞒着家里人，不断在各个环境中兼职。我干过环卫、服务员、快递员、维修工等，也存下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数额。大学时期认识了学姐，那会儿她已经有了个成熟的创业团队，他们不嫌弃我年龄小资历浅，时常听从我的决定。当时我就决定拿出所有的存款，成为公司股东。接着我也凭借各种精准的计划，让我们的公司业绩直线上升，同时获得了不少投资，拿到提前上市的资格。创业前期是很辛苦的，我不止一次想要跟爸妈说，但想起他们的性格，还是作罢。我对着学姐说道：我爸妈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是个骨子里的大好人，如果知道我早已经财富自由，他们的确会很高兴。但我家那些亲戚又是什么软柿子，从我外公开始薅到我妈头上，到时候被他们知道，还不得薅秃我？学姐嗤笑：就你这个铁公鸡，谁还能薅你？我摇头苦笑：我爸妈啊。学姐反应过来，叹息一声：哎，你爸妈心肠硬那么一点，
你们家日子也早就改善了。轿跑停在一栋破旧的商场前，学姐疑惑道：“不是说给你介绍的是有钱人吗？这选的什么餐厅？”我撇撇嘴，鬼知道呢。学姐抬手看了下手表，2个小时后是我们内部的私人聚会，你不会迟到吧？足够了。我走进商场，地面发黄，鞋子踩上去还有种黏腻感，不知道多久没打扫过了。我忍着全身的鸡皮疙瘩，来到5楼一家自助鱼火锅。虽然我不知道相亲对象长什么模样，但店里人并不多，一眼就看到有个男人独自坐着，正在涮肉。我低笑一声，走过去。嗨！男人抬头，半张着嘴，露出嘴里还没嚼完的肉。我不理他呆怔的模样，自顾自坐下，随意扫了眼桌子。桌上已经有10几个叠在一起的空盘，我才迟到了10分钟，这人就吃这么多，真没礼貌。男人终于回过神，脸上红彤彤一片。这时我才认真打量他，他脸上有着害羞激动的红晕，更多的却是数不清的硕大痘痘，布满了整张脸。他见我一直在看他，抬手撩了下头发。我抬眼向上看去，这一缕一缕的发丝，也不知道几天没洗了。我再次在心中感叹，我真是我妈的贴心小棉袄。要知道多少英年才俊想跟我吃顿饭，等上几个月都不一定能成。而我现在竟然为了满足我妈的小小念头，在这里和这种货色见面。我突然嘴角一勾，不过嘛，我也不是没有目的。我随手拿过一边的菜单翻看，看到海鲜拼盘，男人就说不新鲜；看到牛羊肉，男人就说质量不行，这不行，那不行。我抬头假笑，请问你挑这家店是看中他们家的食材垃圾吗？男人瞪大眼，当然不是，他们这里是鱼火锅自助。自助啊，当然就吃鱼片了。我瞥向桌上一个盘子，里面还有一片牛肉。男人尴尬道：“我刚吃过，所以觉得不好，不想让你吃坏肚子。”我合上菜单，开始进入正题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押钞员，月薪7、8千，也比你多了吧？我听介绍人说你在甘肃打工，一个月就2、3千的。男人得意地冲我笑，我也回以微笑，并不反驳。男人来了信心，凑近我大声道：“我家在市中心，有3套房，我爸妈都是政府单位的。你嫁给我之后不用上班，我爸妈会养我们的。对了，我还有辆跑车，50几万呢。”我惊讶道：“你买的？”男人骄傲地摇头：“我爸妈买的。”我捧场鼓掌，好一个啃老族啊！男人说话的途中，也在不断吃着东西。等他打出一个饱嗝后，问我：“你吃饱了吧？”我看了眼还没动过的筷子，点头：“吃饱了。”他抬手叫来服务员结账。服务员拿起账单，198元。吃完饭来到楼下，男人想要搭上我的肩膀。我轻轻往后一退，他面露不悦：“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本来我还想送你回家的。跑车你没坐过吧？看你这样，平时轿车都很少坐吧？”这时，马路斜对面有辆豪车来了个大转弯，漂移到我们身旁。路上的车辆压根不敢动，生怕刮擦到他。驾驶位摇下车窗，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俊脸，神情高冷：“老板，上车。”红豆男人手指哆嗦：“你都绑上大款了，还来消遣我？我一定要让我妈去找介绍人告状。”我抬头直视他，红唇轻启：“尽管去。”说完后，我大步走向后座，开门上车。红豆男人还站着咆哮：“今晚的餐费你要还我一半，我就算去请猪狗吃饭，也不会请你吃饭。”开车的男人透过后视镜
瞥了我一眼，接着一张脸变得皱巴巴，委屈道：“老板，你竟然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人身上。”我没好气道：“说正事。”男人假咳一声：“是的，老板。说来也巧，你那亲戚的儿子不是前些时日刚掌管了一家公司吗？我也不知道该说他蠢还是天真，去和明锐的老总称兄道弟，把人惹毛了，损失了张5000万的单子。这事儿他那老丈人还不知道呢。”晚上和内部人员聚餐结束，我回到家里，我妈还亮着灯在客厅等我。“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顺利吗？”我把酝酿了一路的情绪发泄出来，眼泪瞬间流了满脸。我爸妈和已经睡着的外公都被这动静吓了一跳。我透过纸巾看向坐在对面的3人，拿出偷拍的照片以及录音，开始添油加醋。外公脸色铁青，站起来直言道：“我们家再穷，也不是卖女儿的，这什么东西也敢来肖想我们家的宝贝。”他转身对着我妈说：“你快去找美萍问问，她把我们家孩子当人了吗？她把我这个亲娘舅放在眼里了吗？”我爸见我外公情况不对，赶紧扶进屋里安慰去了。我妈也气得浑身颤抖，她不顾已经快要半夜12点，一个电话就拨了过去。美萍接起电话，听我妈劈头盖脸一顿说，也来了火气，满脸痘。怎么了？这说明男孩子火气旺，平时洁身自好，等跟你女儿结婚做了那事之后自然就好了。靠父母怎么了？2个老的死了，不都是小年轻的？什么啃老族说这么难听？哎呦，年轻人现在都开放得很，看中你女儿，摸摸她怎么了？这说明是成了呀，你就等好消息吧。电话被挂断，我妈双眼发直，我担心刺激过大，玩出火，急忙拍拍她。妈，我妈转头看着我，木木地说：“是妈错了，不应该相信她，她不是真心为你好的。”接着他低头叹息，这些人都看不起我们家，没有人是真心为我们的。我趁机低声说道：“妈，我再悄悄跟你说个事，我今天听那男的说，老3家那病就是个小病，总共就花了2万多。”我妈一下子站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他怎么知道的？”我跟着站起来，替他拍抚着胸口。那男的家里和长海医院认识，老3家通过美萍入院的。之后的事情我没再管。听说我爸妈瞒着外公，把近几年所有亲戚的借款纷纷查问了一遍，相当于和所有亲戚都闹翻了。我妈看着空荡荡的存折，整夜睡不着觉。我安慰她：“妈，放心，钱会有的。我会让你们过上梦寐以求的好日子，让那些穷酸亲戚嫉妒。”我妈被逗笑：“他们穷酸的话，我们家成什么了？”我撇撇嘴：“他们在我眼里比穷酸还不如呢。”又过了几日，美萍打来电话，气势汹汹：“喂，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在外面竟然勾3搭4，这么不老实，谁敢要啊？”我妈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我拿过电话惊呼：“美萍舅妈，那户人家人品不好，竟然污蔑我！”美萍怒道：“什么污蔑？人家儿子亲眼看到的。”我学着美萍的语气打断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呀？他父亲被查出来贪污，刚被带走调查，他妈在外面养了好多年轻男人。哦哟，这样的人家好吓人哦！”结束通话后，我妈眼眶又红了，我失笑，赶紧抱住我妈：“你女儿眼光高着呢，比他们家好上千百倍的多的是。”又过了1个月，美萍儿子结婚，地点定在上海外滩一个豪华酒店。美萍在门口迎客，身上金光闪耀，不知道临时打了多少件金饰。她见到我们一家人，愣了好一会儿都没认出来，
醒神后，他走过来大声指责，我就说你女儿在外面抱大腿了吧？你看看，才多少时日不见，你们这穿的都是奢侈品。他凑到我妈胸前，看着她那一串翡翠项链，情不自禁上手去摸。我在旁边提醒道：美萍舅妈，这串项链不是很贵，也就几百上千万的。我故意停顿，欣赏着美萍表情的皲裂。美萍四处看了下，低声问道：好孩子，你老实告诉舅妈，你抱得谁的大腿？这么有钱，将来也好帮帮你君君哥哥。他早日把老丈人家拿到手，将来也会帮你的。我轻轻推开他的身体，说道：舅妈，你脸上的粉太厚了，离我们远一点，别掉在我们身上，你赔不起。美萍下意识退后，我们往前走了没几步，她脸一下子通红，冲上来抓住我的手臂。好啊，你竟然这么不尊敬长辈，你不就是给人做仨吗？我看你能横到什么时候？这里是酒店的大门口，不断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。我看向他那张面容扭曲的脸孔，轻声道：美萍舅妈，将来你别求我。美萍气得口水乱喷。我求你。他抬手指着我的鼻子，做你的白日梦去。我爸走上来，把我拉到身后，皱眉低声劝解：美萍，这都是我女儿辛苦挣来的，你别乱说话。美萍冷笑，把辛苦挣来几个字翻来覆去地说，眼神怪异。我爸妈他们脸皮薄，本来哄他们穿上这身衣服就耗费许多力气，此刻他们看上去就像身上有虫一样，不断拉扯着衣服。这时我外公推开我爸，走到美萍面前，那一身灰色定制中山装衬出我外公少见的冷凝感。他抬起手，重重一巴掌挥在美萍脸上，一字一句道：我是你的长辈，你也从来没有尊重过我，你婆婆死得早，今天我就替她教训下你。还有，这些都是我孙女合法上班挣来的，你给我嘴里和脑子里干净点。虽然我这身子骨不中用了，但再打你几巴掌也是轻而易举。我在旁边简直星星眼，扶着我外公。外公，你好帅啊！外公拍拍我的手，轻声道：外公相信你，你的一切我都不会过问，就像你从来没有轻视过外公一样。你在我眼里就是最好的，从今往后，谁敢让你受委屈，外公第一个不准。他边说边用眼神威胁美萍。美萍气得胸口起伏，最终受不了议论声，跑回了婚宴厅。当我们来到婚宴厅的时候，不断有人向我们投来视线。可能从来不发脾气的老好人，在某一瞬间发了脾气，气场就会强大数倍。我笑容满面地跟在外公身后，走到座位上坐下。一时间，周围鸦雀无声。突然，众人眼光又转向门口，就见美萍哭哭啼啼带着自己的儿子向我们冲来。美萍哭道：儿子，你一定要为妈妈讨回公道，你林茵妹妹走上邪路。我就是说了几句，反倒被打了。我外公闻言一拍桌子，正要站起，我轻轻按住他。随即我起身看向同我差不多高的男人，长得贼眉鼠眼，既不像他爸也不像他妈。他怒气冲冲走到我面前，我不等他开口，率先问道：你那5000万的单子搞定了？接着他就像被按了暂停键，停滞不前。美萍这人听到钱最来劲，他拉住儿子的衣袖，追问道：什么5000万？向来听话的人一把甩开他妈的手，冲到我面前目露其求：你有办法是吗？你那姘头是不是有办法？他急忙拍着自己的嘴：不是姘头，你男朋友是不是有办法？
他小心瞥了眼女方的主桌，低声道：“你就帮帮哥哥，哥哥过上好日子，将来也能帮你啊。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，给的承诺都一样。可惜我不屑。”我面露迟疑：“君君哥哥，虽然我们关系一般的很，但我还是很顾念亲情的。我很想帮你的，可你知道吧？你妈在酒店大门口污蔑我，说的话可难听了，把我外公都气到了。”君君急忙开口：“你想让我妈怎么补偿你，我都让她照做。”我微笑道：“那不如让她去酒店门口做个忏悔，念个180遍吧。这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，我老丈人他们都在，不太好吧？”我叹了口气，重新坐下，随后就听到身后传来争执声。不知道君君说了什么，美萍就像被浇灭的蜡烛，没了火星。她先是走到我身边，单膝跪在地上，语气罕见的透着讨好：“茵茵，舅妈这就去，你让舅妈说什么，舅妈都说，舅妈不怕丢脸，只求你能救救你哥哥。”我挑眉凑近他：“舅妈，你先前还说不会求我呢。”美萍嘴角不停颤抖，脸色忽白忽红，被已经没了耐心的君君一把拽去酒店门口。不得不说，他们家很会选地段，这个地理位置好的不能再好。美萍的大声忏悔很快就有人发到网上，让她也小红了一把。爸妈在我耳边说道：“是不是太过了？这多伤感情啊！”我开口正要解释，外公抢过话头：“都给我老实坐好，看着就是。”我对外公竖了个大拇指。因为美萍的突发情况，导致仪式延迟。不过君君的老丈人的确很看好他，就算面对这种情况，仍然对他和颜悦色。他甚至还安慰道：“没事，你爸妈资质平庸，我不会与他们多做计较。你极有商业头脑，公司没有一个人说你不好的，就连我那小女儿都被你迷得不行。我只希望你们二人过得好，这样我也就别无所求了。”1个多小时后，美萍总算上来，她脸色痛苦，捂着喉咙，已经说不出话。君君走到我身旁：“可以了吧？你能帮我了吗？”我卖着关子：“我啊，好像不太行呢。”君君被气得瞳孔变大：“你耍我？”我姿势惬意地抿了口白水，心情好，白水也是甜的。君君正要动手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上面跳跃着明瑞王总的名字。身后的男人结巴道：“难不成你男朋友是他？”我啼笑皆非地看着他，连明瑞老总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，怪不得把人惹毛了。业内谁不知道，明瑞王总和妻子白手起家，感情极好，无论大小决定都会和妻子共同讨论。他最不喜欢有花花肠子的人，也最看不上私生活糜烂之人。我按下通话键：“喂，王总。”对面传来一声爽朗的笑声：“林茵丫头，你好久没来找我下棋了，你嫂子天天念叨你呢，还有家里3个小魔头也吵着闹着要跟你去游乐园。”我把手机拿开，开了免提：“王总，这几日我有点家事要处理，等解决完就去找您下棋。我也想吃嫂子做的菜了。”王总满意应了一声。我扭头看着君君的神情，继续对着手机开口：“王总，前几个月你不是有张单子想跟我们合作吗？”王总笑骂：“你这丫头还敢提？不是嫌弃金额太小，懒得接吗？先前我已经给了浙江的一家公司，只不过那管事的小年轻太轻浮，我不喜欢，单子就拿回来了。”接着他急忙说道：“我现在正愁谁家接呢，货期也要来不及了。丫头，你可得帮帮你王哥啊！”“好，我想过了，5000万虽然数目小了点，不过也行吧。”
等挂了电话，我就让助理给你合同。等和王总开开心心打完电话后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无视双目喷火的君君，直接对着他那个不善言辞的父亲问道：表舅，你有没有觉得君君和你长得一点都不像啊？这话一出，可谓是惊天动地。表舅哆嗦着嘴唇，在君君和美萍之间来回扫视，他握紧拳头，没有回答。见状，我心里有了底。我站起来，对着场上的司仪挥了下手，司仪小跑过来，把话筒恭敬放到我手上。美萍舅妈，我想问下，当年祖上拆迁的时候，一开始大家都是同意把我外公的户口迁回的，可为什么大家突然又不同意了呢？我的话响彻整个大厅，我的目光在众亲戚间游走，我轻轻点了下额头，恍然大悟。我听闻你有个表兄在拆迁办任职，当年他把我外公和我妈的名额放到你家，你们比别人多拿了一套房和200万现金，但是直到现在，我外公他们都不知道这额外的房子和钱，因为你拿到手就卖了，分给了其他参与者。全场轩然大波，君君的老丈人再也坐不住，他无法忍受这样的亲家。他看向君君，不敢想象他以后会不会用同样的手段抢夺他家的财产。美萍想要开口反驳，可他嗓子完全哑了，发不出半点声音。君君听到这些事情，觉得天都塌了。他注意到老丈人和自己新婚妻子失望的眼神，扭头充满恨意地看着我。我对他挑衅一笑。就在他要冲过来打我的时候，我爸妈首当其冲，挡在最前面。我外公慢了一步，欣慰地坐在椅子上没再动。这时门外冲进来一众西装革履的保镖，他们把君君和美萍压着跪在地上，其余人团团围在我身旁。这时又有个女人，姿势优美，踩着猫步，夹着一个文件夹朝我走来。她把资料递给我，佩服道：被你猜对了。我打开文件夹看了眼，递给君君的父亲，我的表舅。他看完后冲到隔壁桌，把才从长海医院出院的男人揍倒在地，连声怒吼。我就说，平时你来我家的时候老跟美萍开玩笑，肢体动作也多得不行，原来你们当着我的面在给我戴绿帽。美萍见到东窗事发，连连摇头，神情恐慌。君君则满目茫然地看着美萍，不解道：妈，爸在说什么？我拿起话筒，对着所有人歉意道：抱歉，今天本来是我们的家事，把大家牵扯了进来。所有人纷纷摇头，示意没关系。我没错过他们眼中看好戏的神情，挑了下眉，对着君君解释道：傻小子，你亲爸是你三叔啊，没发现你们长得很像吗？一样的贼眉鼠眼。我不理会君君的感受，转头对着我外公轻声解释：美萍当年最先和老三在一起，后来得知我们祖上要拆迁，就撺掇着老三想了个法子。在我看来，美萍年轻时候的确是个狠辣果决的女人。她在老三的堂表兄弟中选到了我表舅。我表舅没谈过恋爱，美萍又生得漂亮，很容易就把人钓到了。在他们结婚前，美萍和老三有了孩子，老三一辈子没有结婚，为的就是君君能够拿到双份的遗产。只不过现在看来，君君并不想接受这份父爱。美萍和老三利用金钱的诱惑，策反了我外公所有亲人，所以几十年来，外公一家就在他们背地里的取笑中度过。而我外公他们还傻傻的听到亲戚困难，就不断给予支持。我原本并不想在公众场合把事情闹大，
但这些事情不说清楚的话，对我只有坏处。我爸妈他们早晚会知道我的真实情况，我需要确保他们不会再心软，不会再听信他人的哭诉。现在看来，虽然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们一时理不清思绪，但结果肯定是好的。我外公率先回神，他撑着桌子站起来，从我手中接过话筒，他重重拍了下自己的胸口，指着自己，声音颤抖。我从小就知道，老大应该承担起所有的责任，应该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弟妹。我可以接受自己穿缝补了好几年的衣服，可以接受自己吃弟妹的剩饭，但我最不愿意看到弟妹过得不好。他向那些与他长得有几分相似的人问道：“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”有几个人已经开始抹眼泪。外公没指望他们回答，他抬头看着上方，因为爸妈走的时候就叮嘱了我这些，他们唯独没有告诉我，我应该为自己做些什么。外公最小的弟弟抽泣着站起来，花白头发的他哭得鼻涕都流进了嘴里，但他毫无所觉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我跟你差了将近20岁，从小就把你当作小爹。我那老太婆你也知道，家里条件好，我想着多拿到些钱，我也能抬得起头。他一下下扇着自己耳光，我真的错了。外公深吸口气，盯着地面眨了几下眼睛，摇头道：“我相信你们当初肯定有或大或小的苦衷，我不在意，也不想过问。我这辈子吃了许多苦，好在我外孙女厉害，在我一脚踏进棺材的时候，送了我那么一份大礼。”他抬手对着他们的身影一个个点过去：“你们从我这里拿走的够多了，往后我们家和你们再无瓜葛，你们不要妄想能够再从我这里或者我外孙女手里拿走什么。”说完后，我外公力竭一般垂下了手，话筒骤然倾倒，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。我急忙拿过话筒，扶住外公：“外公去顶楼休息会儿吧，那里有酒店长期给我保留的一间套房。”外公拍拍我的手，有保镖搀扶着离开。我爸妈也被外公说的话打醒了头脑，朝我看来：“女儿，我们去照顾外公，这里你看着办，爸妈插不上手，我们都听你的。”好。这时君君的老丈人挤过来，看了眼站在我身后的学姐，又看向我，试探道：“不知您是不是华陵集团的幕后老板？”众人听到华陵集团4个字，纷纷惊呼。最不敢相信的是跪在地上的美萍和他的儿子，年过半百的男人，恭敬弯腰，对着我伸出手：“久仰大名啊！”我轻轻握住：“您好，我姓林，今天也是我初次在人前露面，让您受惊了。”中年人慌忙摆手：“不敢不敢，以后有机会还希望林总能去我那小地方指导指导。”我淡笑道：“好，有机会。”中年人擦了下额头的汗，余光扫到君君，他迟疑道：“这……”我笑容扩大了点，语气轻松：“虽然君君是我家亲戚，但这也是您的家事。我认为你有权为自己的女儿选一个更好的夫婿。”中年人得到我的答复，有了决断，走到君君面前，这神情明显取悦了女人。女人就像只打胜仗的公鸡，陡然间伸长了脖子，声音都大了起来：“逼我们家配不上你，我女儿也不会嫁给你，这婚事就此作罢。”中年人也不等君君回答，拉着哭成泪人的女儿离开了宴席。我拍了下话筒，大家再次看向我：“今天这顿酒席我请了，希望大家吃得愉快。”学姐和保镖挡住不断跑上来向我敬酒的人。我正要离开的时候，美萍突然挣脱了保镖的束缚，宛如疯婆子一样拽住我的手臂，
就在他的手要落在我脸上时，被暴跳而起的君君撞在了地上。君君死死按住他的肩膀，怒吼道：“我的所有都被你毁了，你还要去惹不该惹的人吗？你知道华陵集团是什么吗？我往后还要上班挣钱，你以为那几套破房子和那1000来万用之不尽吗？我往后还会有家庭有孩子，你要让我们坐吃山空吗？你还要毁多少人？”君君剧烈喘气，同时扭头对我恳求道：“林总，你没事吧？我妈她疯了，你放心，我回去之后就把她关起来，不会再让她去打扰你。你不要对我赶尽杀绝啊！”我随意道：“我之前就说了，我和你的关系一般的很，出了这扇门，就当作我们不认识。君君这人自视甚高，平时与我家极少来往。再说，从今以后，他在自己母亲和2个真假父亲之间，也不会过得太如意。我没必要对他再做些什么。我希望能够给我外公多多积攒些福报，让他活得长长久久。毕竟从今天开始，我的家人将获得新生，能够正大光明的去享受失去的一切。这对我来说已经达成了目的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